好的，各位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月比亮的官方工作室，我是主持人曾月乐。那今天的话，我们就是要来开箱这一台，对，我桌机更新了，也就是你看我们之前为什么卖那么多产品，就是我就是要来准备来做我们的电脑更新。那现在的话，目前所躺的这一台呢是 Mac Mini。那这一台 Mac Mini 呢是后续我们要使用的设备，那就请各位敬请期待啊。那我们就正式开箱。那首先我们可以先看到这个跟以往不太一样，因为它是小小一台哦，方便的设计。然后呢，我这一次买的是16GB 的一台，那就请各位敬请期待我们这一个体验啊。好，那我们就开箱吧。那这一次的话，我买的是16+256GB 哦，就是标准的盖板。那我们就拆箱吧。那这一次的话，为什么没有那一条东西？就是之前每次苹果都会给的那个东西呢？因为我就是想说啊，不然就都要拆了，那就一起拆箱这样子。好，那我们就正式来把这个给撕下来吧。它做的这个设计真的还蛮漂亮的哈。好，那我们就翻回正面。那这个箱子的设计就是这样子。当当耶！那这样子我终于有 M4 晶片的 Mac Mini 了。没错，之前开箱的那一台是 M2 的 MacBook Air。那这一次为什么会有一台桌机的 M4 呢？因为我后续的话，我还是要有一台桌机来使用，我总不可能一直都用笔电，然后给你们看影片吧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我们就是买了这一台 Mac Mini。好，那我们就把它放在后面。OK， 待会我们再来看看这个吧。那我们来看一下里面。里面的话就是一条编织线，那它是2插头，所以呢基本上是没什么问题。那因为新版的话，它就是这2个哦，就是这2个东西。里面的话就是它的说明书跟一些保固贴纸，然后它没有贴纸啊，它其实是没有贴纸。其实基本上它只有一个说明书，就是说明这台要怎么用这样子。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外观。其实正常来讲，这个开箱了很快就结束了，不过我们就是要给各位一个比较优质的影片嘛，我总不可能就是我们今天影片就到这里结束啊，谢谢各位收看。如果请记得，那我们就先来给大家撕膜一下这里。好，那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东西吧。那这个东西我要跟各位讲一下，它的设计呢，我觉得很小一台，而且很好看。它有电源孔，然后网路孔、HDMI 3个雷电4的接口，不是雷电5。正面的话则是2个 Type C， 然后再一个耳机孔，这个是开机指示灯。然后呢，这台有喇叭，然后进风的话是从这边进去，然后从这边出来，再来就是诟病的开机按钮啊，没错，人家觉得这个方式很反人类，你还要下去按。当然，因为正常来讲，这台就是不要让你一直关机再开，关机再开嘛，这个就是要让你长期休眠的时候，所以呢，有了这个设计其实也算不错啊。重点就是因人而异，有些人会觉得直着放这样子按开机其实也没什么问题啊。我个人的话就平着放就好了。在平着放之前呢，我要先来贴一下东西。好，搞定。那既然都已经正式成为我工作室的东西了，那我们就正式来装上去吧。这个应该会先暂时使用，因为也没有其他的设备可以再扩充下去了。下一次我还会再多买一个，然后 for 我笔电使用。将我的外设，对，我要用这个来当做我的外设。好了，外设都就绪了，然后呢，我要给各位看一下。那基本上的话，我们的全部的东西都已经备齐了，然后呢，我们就正式开机了。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，因为这一台呢，他们接的这2台全部都是第3方萤幕，所以呢，待会就没有画面
就是基本上要等到它直接进去了，我们才能用。OK， 那我们就开始。那我们就等它吧。OK， 现在目前来讲的话，这个画面已经开起来了，给各位看一下。OK， 那我们就正式开始我们的设备使用啊。不然这样好了，这个外接先不要用，我们先用这一台萤幕。OK， 那我们就先来使用吧。如果要以繁体中文作为主要语言，请按下 Return 键。OK， 那我们就开始。那其实基本上该测的、该弄的，其实主要大多数人都已经用过。那我们只要跟各位了解一下说，我们到时候会用它来干嘛之类的。好，基本上这里就差不多了。那我们就先设一下密码。那刚才呢，稍微设定一下之后呢，我们再回来一下哈。那我们就等它回到桌面了，我们再继续一下，不然时间好长。好，那我们就开始来讲一下这台 Mac Mini 的配备吧。处理器搭载的是 M4 晶片，有10个核心数，显示晶片也是10核心，支援硬体加速以及光追，10麦，大核有 4.5 GHz， 小核有 2.88 GHz， 制程使用的是3奈米台积电制程，记忆体则是 16GB LPDDR5 记忆体。这次终于大家都可以用不加价的方式使用 16GB 啦。当然你也可以加价升级至 32GB 或是升级至 M4 Pro， 把记忆体选到 64GB。硬碟则是可拆式 256GB SSD 固态硬碟。没错，这次连 SSD 也改为可拆式，也就是之后你要升级硬碟的话，可以自行更换。网络支援2种版本，分别有有线版本跟无线版本。有线则是 Gigabit 以太网路，这可以升级为10 Gigabit 以太网路，只是要加钱。无线网路则是 WiFi 6E 技术，而蓝牙是 5.3 版本。另外也是雷电4接口，如果加钱上 M4 Pro 的话，则是雷电5版本。另外也支援 Apple Intelligence， 不过现阶段台湾还不能用。喇叭只有单体喇叭，而 3.5 毫米支援高阻抗耳机，跟 MacBook Air 一样。作业系统使用的是 macOS 15版本起跳，价格的话是19900元，具有性价比支撑的一台小桌机。终于可以来开始用了，那我们就按继续吧。现在显示的是这一个东西，那我们就按吧。那这一个的话，另外一边是我们所使用的主萤幕，所以呢，我们先调整一下。OK， 那这样子的话，基本上在处理的部分就没什么问题。然后再加上，因为它现在的话是备用萤幕嘛，那之后的话，达芬奇在这边就是当做备用的处理。好，那我们就待会呢，我们弄好了之后再回来跟各位讲一些事情吧。那我们设定完之后再跟各位见面吧。好了，这次体验了之后，我们来说一下心得。首先，开机放在了下方，需要把 Mac Mini 掀起来才能开。苹果是说大家很少关机，不过还是会有人关机嘛，不然就把它放直，也是不错的选项吧。不过我还是平放会比较好。这几天体验下来，真的蛮好的，不用时也可以不用关机，而且我可以开崩铁玩没问题。只是体验来讲，肯定比不上实体，模拟器还是会有效能折损。如果想玩崩铁，在 Max 上当然也有 Play Cover 也可以跑，只是处理方式又更复杂了。想在 Mac Mini 上玩崩铁的就三思吧，除非真的想搞一搞。另外，由于我们的硬体都是家里有的，所以不会说特别的好啦，但也算是够用的水准。当然，萤幕的话，建议有钱上到 5K 才有办法体验到无格子体验。另外，音响虽然说是听得响，但是也感觉差不到哪里去。可是呢，只有单体喇叭就没有立体感，不然我给各位听看看我们这首闻香世家。
在非常大的地方，没错，就是存在那个所在。平静的晚上，没有任何的干扰，在这区域中，我们都可以交流的是远处招呼的地方，在跟我们招手无间，快乐悠闲。好，那我们来讲一下音乐的体验。首先是 Mac Mini 这台电脑，声音虽然有低音，但不多，而且由于是单体的，所以通常感觉不是很好。而 MacBook Air 呢，因为有4颗喇叭的关系，所以整个低、中、高都跑得出来。当然，主要为何我只用 Mac Mini 内建的喇叭，我只有一个原因是打算后续再买新的。好，接下来是跑分，我们来看 Mac 很常用的 Geekbench， 这次会拿我的 MacBook Air 当做我这次测试的目标，我们就来看一下成绩吧。MacBook Air M2 在单核心是2597分，多核心是9065分。而 Mac Mini M4 的话，单核心是3717分，多核心是14345分。而单核心的话， M2 跟 M4 的相差有 43%， 多核心的话 M2 跟 M4 就有相差 58% 的差距，所以呢，基本上你在 M4 跑任何的硬体或者是软体的部分呢，是没什么问题的。显示晶片测试 M2 的晶片它是得到了41607分， M4 则是54917分，相差 32% 的差距，所以呢，基本上差了1万多，说得上就有显著的差距了。尤其是在玩麦块的时候，就会看得出来有很大的差距。当然，你玩其他游戏也是会有很大的差距。读写测试在 M2 晶片的部分，读取有 1968.8， 然后写入的话是 1564.7， 而在 M4 的话是读取 2755.9， 写入 2865.2， 而读取的部分呢就相差 40%， 而写入的话就相差了 83% 的差距。那主要的原因是 M2 在 256GB 只有单颗晶片，所以基本上在效能的折损呢是蛮严重的。不过 M4 呢跟 M3 还有 M1 呢就没有这个问题。影片输出这一次我们是用周月科报的专案来播，那我们先来听一下这一些歌，还有我们这一个元素加起来了之后，整个的效果是如何。工作室前行提要：工作室即将进驻 Mac Mini， 而尊乐乐到底要用它来做什么呢？让我们在这一次的周月科报让你知道一下吧。好的，那我们看到了这一个桌机版本的部分。桌机版的话，基本上它有在某一段的部分呢会卡的比较严重，但实际上呢基本上是顺的。而这一个笔电版本的话，其实说真的啦，它被我重开了第2次。那这一个问题呢，其实主要的部分是记忆体好像爆了。那这个问题的话，其实也不难。就是消掉记忆体，就是软体的东西，然后再开起来，应该就没什么问题了。但是如果你们保险起见的话，当然现在 M4 都已经开始有 16GB， 就好好选 16GB 吧。
那我们来看输出的部分吧。好，接下来是输出的部分哦。那我们这一次影片输出呢，就是刚才的这一个片段整部片段来去做输出，所以呢，可以得出来的成绩是 N2 有12分05秒完成，那 N4 的话只是8分01秒完成，相差的话就是4分4秒，没错，就没有差很多，但是也不会差到哪里去哦，没错，就是 N4 基本上在跑这一些东西，就是在输出的部分呢，会比 N2 快，这是正常的。毕竟它用到更好的制程、更快的效能、更高的一些技术，所以呢，会变成说，哦 ，N4 在 N2 这晶片上面是有很大的差距的。所以结论就是，基本上在使用体验上都没有问题，而且速度上也比 N2 晶片快。但是由于 MacBook Air 是没有风扇的，加上记忆体也只有 8GB 可以使用，就刚才讲了，所以通常效能会弱于桌上型的 M4。那这些就供各位参考一下吧。以上是工作室体验之后跟各位分享的 Mac Mini 啦。不过这台电脑，我觉得要是你在做的东西，或是大学要买的电脑，却想很久想不到买哪台的话，通常大家第一时间会推荐 Windows 也不是没有原因的。毕竟 Mac 这系统通常都是给自媒体、影音剪片或是音乐制作等领域比较适合的品牌。所以如果真的想玩游戏的话， Windows 还是标准的选项。但是呢，如果你是自媒体，没有软体隔阂的，那 Mac 觉得可以成为你的首选。因为你只要台币不到2万的价格就能享有苹果好看的系统，但前提是你要有周边设备才能用，不然只买了台主机不能用，那就尴尬了。好的，这就是影片的内容啦，就请各位记得订阅并开启小铃铛，按赞并分享给你们的亲朋好友。我是主持人尊乐乐，这里是尊乐传媒旗下品牌的乐比亮乐官方工作室。我们下一次再见，各位，拜拜。